吃饭喽！老样子，我又来给你们分享晚餐了。今天时间比较匆忙，就做了一份懒人版的茄汁烧肉焖饭。我保证，这一定是最好吃的焖饭版本了，你们要记得保存起来哦。我还做了一份饭后小甜品，他们家的鲜炖燕窝特别爽滑软糯，最适合搭配水果一起吃了。这个小方子相信我，真的很好吃。那还有一份甜品，哇，燕窝味，这个零脂肪的不怕胖，你放心吃吧。还蛮爽口。那你就多吃点吧。可以吃饭喽！我又来和你们分享晚餐了，肉末蒸豆腐。我们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一次，香滑入味，怎么都吃不腻。一块老豆腐加鸡蛋，用绞肉机就能打出比较细腻的口感。之前你们问的这款绞肉机叫打肉泥，特别轻松，还能打发淡奶油，无线的，方便收纳，而且颜值还非常高。肉末用到的调料，你们参考一下左边的字幕。加一碗淀粉水，熬出浓稠的汤汁，最后盖在蒸好的鸡蛋豆腐泥上。这道简单的家常菜真的很值得你们一试的。记得小时候除了可乐和雪碧，最喜欢的就是街边买的冰红茶。下午在家也熬了一壶，冷藏几小时，味道真的和儿时的记忆一模一样。我的心思一直滴答滴答滴答的响，披着寂寞的。炎热干燥的夏末来上一杯，真的清爽又解渴。只需要柠檬、茶叶和冰糖，有空你们也快试试看。来，韩式拌饭。哇，我们好久没吃这个了。之前你们一直问我韩式拌饭里的韩式辣酱是哪里买的，其实这个用一些常见的食材在家就能做了。今天就把方法分享给你们，一次性熬煮的多一些，封罐保存，可以吃好久的。几乎所有的韩式料理都会用到韩式辣酱，平时用来拌面或炒年糕也都特别好吃。最后，韩式拌饭里用到的食材和做法我都放左边字幕了，你们记得截图保存哟。可以吃饭喽！哇，芝士排骨耶！在周末的时候，我们家喜欢吃些特别的，做了一锅芝士排骨，味道可是一点也不输店里哦。其实料理真的很简单，只要用心做，顿顿都是幸福的味道。比如这个芝士排骨，你们只要记好腌料的配方，一定也能做得很好吃。排骨用平底锅小火慢煎，很容易就能熟的。我还放了一些芝心年糕，吃起来更加满足。芝士一定要用马苏里拉芝士，融化的芝士包裹着排骨，这种诱惑真的抵抗不了。宵夜做好喽！你们会不会觉得比晚餐更能治愈人心的，应该是深夜里的宵夜吧？近期入手了这个轻食机，夜里不用开火也能做出好多美食了。分享给你们火鸡面最好吃的做法，舀出一大半面汤，再放入牛奶和辣包一起煮沸，绝对完胜拌着吃的火鸡面。芝士片和鸡蛋也是火鸡面必不可少的，这样做的火鸡面作为宵夜真的太完美了。再用剩下的手抓饼和香肠做个好吃的，这份叫不出名字的小点心推荐你们试试看，真的特别好吃。最后我还做了一份酱汁铁板豆腐，作为宵夜搭配面条，还有那么点烧烤摊的味道了。那这么丰盛的宵夜，你想不想也来一顿呢？干杯！亲戚慢慢爱上了宅家的日子，还特喜欢把朋友叫来家中小聚，弄一大桌好吃的招待他们。买了一堆海鲜和小龙虾，做了超好吃的辣卤小海鲜，味道和青岛捞汁海鲜特别像，清爽麻辣又入口鲜甜。这道下酒凉菜的做法也很方便，只要将小龙虾和海鲜都清理干净，下锅灼熟，用一袋加了青花椒辣卤汁，加2碗清水搅匀，不用加热，也不需要其他调味料，只要把食材泡在里边，放进冰箱冷藏几小时，辣卤小海鲜就完成了，而且泡藕片和毛豆也特别好吃。
特别推荐你们试试这个青花椒辣卤小龙虾，卤汁的鲜美味道裹着 Q 弹的小龙虾肉，绝对完胜传统的麻辣味哦。要是不好吃，你们顺着网线来找我。